第一课，历史第一。你知道第一个图书馆、第一份报纸和第一座博物馆大楼吗？是的，这些都是引人入胜的历史里程碑，每个人都在塑造我们的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绝对可以。图书馆对知识共享和教育一直至关重要。报纸对于让公众了解时事和问题至关重要。没错，他们都为一个信息灵通的社区做出了贡献，这对于民主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博物馆保护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使我们能够从过去中学习。对，他们与我们的遗产建立了切实的联系，激发了人们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心。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机构在坚持其核心使命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我同意，他们继续适应现代技术和社会需求，使其更具相关性。第二课，迷路。在探索这座城市时，我最终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哦不，你是如何找到回到你需要去的地方的路的？我依靠手机上的地图，但我也向一些当地人询问了沿途的路线。这是个聪明的方法，当地人通常知道最好的捷径和路线。没错，他们真的很有帮助，这使我的体验更加愉快。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迷路有时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冒险。没错，我发现了一些隐藏的宝石，否则我找不到这些宝石。那是旅行的乐趣之一，有时候最美好的回忆来自计划外的时刻。我完全同意，这都是旅程的一部分，也是后来的精彩故事。第三课，房间准备就绪。你慢慢来，不用着急。好消息，新房间现在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很高兴听到，感谢你在我安顿下来的耐心等待。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确保一切都非常适合你的住宿。谢谢，我真的很期待享受这个新空间。我相信你会喜欢的，它既舒适又设备齐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我等不及要去看看了。拥有舒适的房间使一切都与众不同。绝对可以。如果您在入住期间需要其他任何东西，请告诉我。我会的，谢谢。我很高兴能在新房间里放松身心。第四课，出租车费用。出租车费用将取决于距离和交通，通常在20至30美元左右。对于城市旅行来说，这听起来很标准，尤其是在可能出现交通延误的情况下。是的，如果是在高峰时段，由于等待时间较长，可能会更高一些。这是有道理的。在制定交通预算时，最好将这种可能性考虑在内。绝对可以，我宁愿做好准备，也不愿为意想不到的开支而措手不及。我同意。为了以防万一，提供其他选择，例如拼车服务也很有帮助。没错，有多个选项可以为您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并有可能为您省钱。
没错，下次旅行时我会记住这一点。好主意，提前计划总是有回报的。第5课，玩家条件。为玩家设定了条件，这极大地限制了他的选择。这听起来令人沮丧。玩家有谈判条款的自由吗？不幸的是，不是，他没有自由提出和有效谈判合同。这是一个艰难的局面，玩家应该有权就公平的条件进行谈判。没错，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和财务状况有一定的控制权很重要。我完全同意。如果没有谈判能力，他们可能会错过更好的机会。玩家必须得到经纪人的支持，才能为他们辩护。绝对可以。拥有一个了解该行业的人可以产生重大影响。我希望将来会有所改变，让玩家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第6课，选择材料。它很适合你。这个水果味怎么样？很可爱，但对我来说太甜了。你还有更平衡的东西吗？我明白了。这个怎么样？它的口味混合得很好，但又不太甜。听起来很完美。我很欣赏能满足不同口味的选择。绝对可以。重要的是要考虑每个人的喜好，尤其是在口味方面。我完全同意。它使所有参与者的体验更加愉快。没错。此外，找到正确的平衡可以提升整个品尝体验。我很高兴能尝试这个，我认为它会很适合我。很棒的选择。让我们看看它如何与剩下的饭菜搭配。第7课，材质偏好。还要考虑一下你喜欢的材料。你想要耐用的东西吗？是的，耐用性对我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我计划经常使用的物品。我完全明白。从长远来看，投资优质材料可以为您省钱。没错，我现在宁愿多花一点钱，也不愿经常更换东西。这是个聪明的方法。权衡长期收益和初始成本总是好事。我同意。另外，耐用的物品通常能提供更好的整体性能。当然，让我们寻找不仅符合您的风格，而且符合耐用性标准的选项。听起来很棒，感谢您帮助找到正确的选择。这是我的荣幸。我很高兴看到我们能一起找到什么。第8课，支持性环境。我已经意识到，当我想放弃时，与支持自己的人在一起确实有帮助。确实如此。拥有强大的支持系统可以在保持动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没错，我还会定期跟踪自己的进度，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这让我保持专注。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策略。看到自己的成就，无论多么微小，都可能令人非常鼓舞。确实如此。它提醒我，即使旅途艰难，每一步都很重要。
我喜欢这种心态，在此过程中庆祝这些小胜利很重要。当然，与朋友分享我的目标使我感到有责任感，有动力继续前进。我明白那会如何运作。在你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有人为你加油，真是太棒了。当然，团结起来，我们可以互相提升，克服我们面临的任何障碍。第9课，探索选项。我敢肯定，如果你花点时间探索不同的选择，你会找到正确的选择。这是个好观点。有时候，匆忙会导致我们以后可能会后悔的决定。没错，花时间进行研究和反思，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选择更加自信。我完全同意。我经常发现，最好的决定是在给自己思考的空间时做出的。是的，与其他人讨论选项，以获得全新的视角，也很有帮助。绝对可以。讨论想法可以揭示我们可能没有考虑过的新可能性。对，另外，它可以帮助阐明在做出这些决定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很高兴现在能更全面地探索我的选择。谢谢你的鼓励。随时都可以。我相信你最终会做出一个你会非常满意的选择。第10课，用餐体验。多待一会儿，我真的很喜欢和你一起吃这顿饭。我也是，我一定会向其他人推荐这个地方，食物很棒。确实如此。对不起，你能再给我们带一杯饮料吗？听起来很棒，我可以用一些清爽的东西来搭配这顿美味的饭菜。我认为这里的气氛增加了体验，感觉非常舒适和温馨。我完全同意，能找到一个可以放松身心和享受美食的地方，真是太好了。没错，我喜欢探索这样的新景点，它让外出就餐变得更加令人兴奋。是的，与优秀的公司分享会让它变得更好。当然，我很高兴我们决定一起来这里，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第11课，新鲜水果与罐装水果。你通常买新鲜水果还是罐装水果？我更喜欢新鲜水果，比如苹果和香蕉，它们的味道好得多，也更健康。我完全明白，新鲜水果具有水果罐头无法比拟的天然甜味和松脆感。没错，另外，它们富含在灌装过程中经常流失的营养。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我还发现新鲜水果的味道更鲜艳。是的，而且我喜欢将它们用作冰沙或全天零食。冰沙是同时享受各种水果的绝佳方式，我应该更频繁地尝试。你绝对应该，这是获取每日分量水果的一种美味又简便的方式。从现在起，我将把在饮食中加入更多的新鲜水果作为目标。第12课，体育馆活动。有一个体育馆，学生可以在那里上体育课，非常适合保持活跃。听起来很完美，这里一定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所有活动都在进行中。是的，
体育馆还举办舞会，使其成为举办活动的多功能场所。我喜欢那个，有一个学生可以聚在一起享受健身和娱乐的地方，真是太棒了。没错，它营造了一种社区意识，鼓励所有人参与。此外，在中心位置组织活动，可以让所有人更轻松地参加。确实如此，它可以培养学生的学校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我可以想象，活动期间一定会有多令人兴奋，体育馆里的能量永远是电动的。绝对可以，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充满学习和成长机会的空间。第13课，航班查询。当然，你指的是哪个航班？从纽约到伦敦的那条路线，这应该是一条很棒的路线。那个，我听说它很受欢迎，而且可能很舒服。是的，我读到航空公司在这条航线上提供一流的便利设施，这是一种好处。很高兴知道，愉快的飞行对一切都不一样，尤其是在长途旅行中。没错，我一直在寻找能提供优质服务和轻松氛围的航班。这里也一样，当你在飞行中感到舒适时，它确实可以增强旅行体验。我完全同意，让我们密切关注那次航班的优惠，我很乐意尽快离开。当然，我对一起探索伦敦的可能性感到兴奋。第14课，公共交通。那么，让我们做一些研究吧。当然，我认为我们应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城市里，公共交通通常更方便。很棒的选择。公共交通可以帮助我们避开交通并节省停车费。没错。此外，它使我们有机会在旅行时更多地了解这座城市。对，我们需要提早离开，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到达目的地。这是有道理的。最好早点到达，在计划之前悠闲地散步。绝对可以。探索该地区可以像主赛事一样有趣。我等不及了。让我们收集所需的所有信息，并规划路线。听起来像个计划。我很期待我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进行冒险。第15课，歌曲创作。你可以把它变成一首你可以唱的歌。听起来很有趣，有很多词可以和其他人押韵，比如微笑和微笑。没错，押韵可以为歌词增添优美的节奏和流畅感。我喜欢歌曲创作的创意，就像用文字绘画一样。绝对可以，每行都能以独特的方式唤起情感并讲述故事。是的，你可以尝试不同的主题和想法，让它真正成为你的。我认为这是表达自己和通过音乐与他人建立联系的绝佳方式。当然，我现在受到启发，去写一些原创作品，让我们一起集思广益。我会喜欢的。合作可以带来一些惊人的创造性成果。第16课，海岸地理。海岸很漂亮，
但内陆地区却很少，因为没有农业，也很难获得水。确实如此，像死亡谷这样的地区，有着由这些因素塑造的独特景观。没错，地理如何影响一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和经济，令人着迷。我同意，郁郁葱葱的沿海地区和干旱的内陆地区之间的对比令人震惊。是的，它让你体会到我们在不同地点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当然，探索这些领域可以教会我们很多关于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我很想参观海岸和内陆地区，亲眼目睹其中的差异。这听起来像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美景可供探索。我对一起探索这些独特景观的想法感到兴奋。第17课，像家人一样养宠物。宠物就像家人一样，因此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家非常重要。绝对可以，他们理应拥有一个像我们一样感到安全和温馨的空间。没错，我总是确保有舒适的床、玩具和地方让他们玩耍。太棒了！令人惊讶的是，当他们感到快乐和舒适时，他们会带来多少快乐？是的，精心设计的空间可以预防焦虑，并促进他们的健康。我完全同意，在搭建房屋时，考虑他们的需求至关重要。当然，一只快乐的宠物通常也意味着一个快乐的主人。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这种纽带，并确保他们感到被爱。我喜欢我们如何为毛茸茸的朋友创造一个养育环境。第18课，一起做饭。我想土豆差不多完成了，你能检查一下它们是否是金棕色吗？当然，我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现在它们应该已经很脆了。那太棒了，我喜欢它们出来的恰到好处，呈现出漂亮的金色。绝对可以，完美烤土豆确实可以提升一顿饭的品味，让它感觉很特别。是的，它们增添了如此美味的质地和风味，尤其是与主菜搭配时。我已经可以想象用我们添加的香草和香料，它们的味道会有多好了。没错，一起做饭更有趣，就像在厨房里创造杰作一样。我同意，共同努力，从头开始准备一顿饭，确实令人满意。另外，它使我们有机会建立联系，并分享一些笑声。第19课，户外放松。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放松身心，一起享受新鲜空气。我完全同意，在户外度过时光可以让人恢复活力，尤其是在忙碌了一周之后。没错，我喜欢微风的感觉，也喜欢阳光照在皮肤上的温暖。是的，这是断开屏幕连接并享受大自然的绝佳机会。绝对可以，我们可以带点零食，在公园里休息几个小时。听起来很可爱，我很想在树下找个好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聊天和放松身心。完美，大自然有一种平静心灵和振奋精神的方法。我等不及了，
这将是摆脱我们平常生活的好时机。让我们确保尽快完成，这对我们俩来说都将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节奏变化。第20课，国力。在成就的支持下，美国独树一帜，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它凸显了这种力量所带来的影响力和责任。没错，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也有责任在全球舞台上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我同意，任何国家都必须利用自己的力量来促进合作与理解。是的，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可以对全球和平与繁荣产生重大影响。绝对可以，我相信成就也带来了激励他人的机会。当然，保持鼓励协作而不是孤立的方法至关重要。我完全同意，齐心协力，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应对世界上的许多挑战。想一想，各国共同努力可能发生的积极变化，真是令人兴奋。第21课，体育与文化。随着棒球和猛龙队加入美国国家篮球协会，许多加拿大人担心美国的影响。确实如此，体育通常反映文化动态，可以影响民族认同。没错，虽然有机会进入热门联赛真是太好了，但它可能会使当地的体育运动黯然失色。我同意，对于加拿大体育来说，与这些美国主要联赛一起蓬勃发展非常重要。是的，培养当地人才有助于维持代表加拿大的独特体育文化。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对国际体育的欣赏与对本土人才的支持之间取得平衡。我认为这对于树立社区自豪感和鼓励年轻人参与体育运动至关重要。绝对可以，庆祝当地成就可以激励下一代运动员。让我们希望加拿大体育继续蓬勃发展，找到自己的身份。第22课，圣诞精神。为了庆祝圣诞节，他们参观了鲍勃·克拉奇特的小房子，在那里，他们看到全家人在做饭。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场景。在假期里看到团结精神总是很高兴的。是的，它凸显了家庭和社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重要性。绝对可以，分享一顿饭的简单乐趣可以创造持久的回忆。没错，这提醒人们，这与奢侈无关，而是家庭之间共享的爱。我完全同意，那些联系的时刻才是真正让假期变得有意义的原因。是的，看看别人如何庆祝，可以激励我们更加珍惜自己的传统。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小事中寻找快乐，传播善意。让我们在这个假日季拥抱这种精神，创造我们自己的珍贵回忆。第23课，测量。该军衔的长度约为60米，任何时候宽度约为25或30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领域，想想它覆盖了多少空间，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没错，它可以进行各种活动，可以舒适地容纳许多人。
我可以想象这个空间有多么多样，可以举办不同的活动和聚会。是的，拥有如此大的面积，为体育和社区活动开辟了许多可能性。当然，拥有能够满足各种需求的设施真是太好了。我同意，它有助于培养社区精神，并鼓励参与活动。此外，它可以作为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中心，这总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将来能开发更多这样的空间来支持社区参与。第24课，公交公告。是的，他们会宣布每个航站楼，只要听你的停靠就行了。这真的很有帮助，它使在交通系统中导航变得更加容易。绝对可以。清晰的公告确实可以减少混乱，帮助乘客感到更加放心。我同意，这对于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前进方向至关重要。没错，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每个人的旅行体验尽可能顺畅。当工作人员友好并愿意在需要时提供帮助时，我也很感激。是的，良好的态度可以极大地改变人们在旅途中的感受。我喜欢那个，它营造了一种温馨的氛围，鼓励更多的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当然，当交通系统优先考虑通信时，所有相关人员都会受益。第25课，转型满意度。绝对可以，在不花一大笔钱的情况下，看到转型令人满意。我完全同意，做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变革，通常不需要巨额预算。没错，简单的调整可以显著改善我们的环境。我喜欢创造力如何在实现这些转型中发挥作用。是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跳出框框思考，使用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我很佩服这种方法，它鼓励我们项目的可持续性和足智多谋。当然，此外，它还激励其他人考虑如何在自己的空间中做出改变。我很高兴看到用这种心态，我们可以一起取得什么成就。让我们继续探索在不花很多钱的情况下促进积极变革的想法。第26课，全球品牌。与麦当劳、可口可乐和迪士尼一样，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令人着迷。绝对可以，这些品牌已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名字，塑造了人们的认知。是的，他们往往反映了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和趋势。有趣的是，他们如何在保持身份的同时，设法引起不同受众的共鸣。没错，他们调整营销策略以适应不同的文化，这令人印象深刻。我同意，它显示了品牌的力量和了解当地习俗的重要性。当然，在忠于其根源和拥抱当地风味之间，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我很想知道这些品牌将来会如何继续发展。让我们密切关注他们的策略，看看他们如何驾驭不断变化的全球动态。第27课，劳动惯例与批评。
全世界定期检查并经常批评耐克的劳动行为，这对问责制很重要。确实如此，它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市场生产伦理影响的关注。没错，在耐克最近的营销狂欢中，在利润与道德实践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要。我同意，消费者越来越意识到并期望品牌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是的，劳动惯例的透明度对于建立与客户的信任至关重要。有趣的是，公众的看法如何影响公司的声誉和成功？当然，奉行合乎道德的劳动惯例的公司通常会获得忠实的客户。我希望更多的品牌效仿，优先考虑员工的福祉。绝对可以，让我们继续支持那些提倡公平劳动惯例的人。第28课，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并且要善于倾听，这是建立牢固关系的一项重要技能。我一定会记住的。倾听确实可以帮助他人感到被重视和理解。没错，令人惊讶的是，只要关注别人所说的话，我们就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同意，有时人们只需要有人不间断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是的，这可以极大地改变他们的感受和开放意愿。我喜欢成为一名优秀的倾听者，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当然，这表明你关心他们的想法和经历。我很高兴能在对话中更多地练习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特质。确实如此，我们可以共同鼓励彼此成为更好的听众。第29课，保持生产力。我还不确定最佳方法，我担心如何保持生产力。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在不感到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很重要。没错，我想确保自己在不精疲力尽的情况下保持专注和高效。我完全明白，也许设定可实现的小目标可以帮助你保持动力。这是个好主意，将任务分成更小的部分，可以使他们感觉更易于管理。是的，它可以让你在此过程中庆祝小胜利，这可能令人鼓舞。我喜欢那个，无论进展看起来多么微小，都必须认可进步。绝对可以。跟踪自己的成就也可以帮助你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动力。我要实施那个策略。感谢您的支持和见解。第30课，预定援助。那行得通，你能帮我预定吗？当然，我会立即完成预定，并确保一切都准备就绪。谢谢，我真的很感谢你帮助组织这件事。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很乐意协助你规划行程。我对这段旅程感到兴奋，知道一切都得到妥善处理会让事情变得更好。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完成后，我会把所有确认细节发送给你。完美，
将所有内容都写成书面，将有助于我跟踪我们的计划。绝对可以，我会确保包括你需要的所有重要信息。再次感谢您处理这个问题，它使我的过程变得更加顺利。第31课，个人食谱。我喜欢这个主意，这将使这本食谱更加个性化和特别。没错，添加我们最喜欢的食谱，将创建一个反映我们口味的独特系列。是的，这是保存与我们所享受的每道菜相关的回忆的好方法。我完全同意，一起做饭并分享这些经历增加了很多意义。另外，我们可以附上一些小笔记，说明为什么每种食谱对我们都很重要。触感真可爱，它将使这本食谱感觉像是真正的家族传家宝。我等不及要开始编译所有内容了，这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我也是，让我们收集我们最喜欢的食谱，并在布局上发挥创意。我很高兴看到结果如何，这将是我们厨房的珍贵补充。第32课，正念考虑。对，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行为的潜在后果。绝对可以，考虑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做出更好的决策。我同意，很容易冲动地采取行动，而不考虑它会如何影响他人。是的，花点时间反思可以防止误解和冲突。没错，这是关于为我们的互动创造一种更周到的方法。我喜欢这个视角，它鼓励我们提高对彼此的认识和尊重。当然，当我们考虑选择的影响时，我们会营造一个更加积极的环境。我受到启发，在日常生活中练习这种正念。让我们互相问责，共同鼓励这种心态。第33课，医疗传教士。利文斯顿打算成为一名医疗传教士，这意味着他将成为一名医生，也是一名传教士和教师。这是一条令人钦佩的道路。将医学与教育和信仰相结合，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没错，他表明了为有需要的人的身体和精神服务的承诺。我喜欢这个主意，他强调全面护理，解决身心健康问题。当然，这些角色可以激励社区并提高健康意识。想一想，一个人如何积极影响这么多人的生活，真是太棒了。是的，它凸显了同情心在医学和教育中的重要性。我同意，让我们也记住在自己的生活中为他人服务的价值。绝对可以，这很好的提醒我们要为我们的社区做出积极的贡献。第34课，古代运动员。几个世纪前，即使是希腊古代奥运会的运动员也使用了各种兴奋剂。太迷人了！想一想，体育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这很有趣。没错，兴奋剂的使用凸显了我们在理解体育运动中的健康和公平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同意。今天，
有严格的规定来确保公平竞争和运动员安全。是的，为子孙后代保持竞争的完整性很重要。我喜欢现代体育不仅能提高身体素质，还能提高道德标准。当然，这是在尊重运动员的同时庆祝比赛精神。我很高兴看到这一进展，它鼓励人们采取更健康的运动方式。绝对可以。让我们继续支持促进田径运动公平和福祉的做法。第35课，暴风雨故事。这些故事非常可怕，我的窗外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哦不，这听起来很激烈，暴风雨可能非常可怕，尤其是在晚上。没错。风开始呼啸，大雨倾盆而下。我能想象，它营造出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使一切都变得更加戏剧化。是的，这无疑会增加你正在阅读或观看的任何故事的悬念。我同意，暴风雨的声音确实可以增强情绪并设定场景。大自然如何通过其元素创造出如此强烈的情感，真是太神奇了。当然，我喜欢一个好故事如何将你带到那一刻，让它感觉真实。绝对可以。下次我们出去玩时，让我们分享更多激动人心的故事。第36课，夏日花园。我喜欢在夏天看矮牵牛和万寿菊，它们为花园增添了如此鲜艳的色彩。绝对可以，它们照亮了任何户外空间，带来了很多欢乐。是的，有些人种向日葵，它们也很迷人，而且很开朗。我同意，向日葵具有旋转和跟随太阳的独特能力，这令人着迷。没错，它们的大头和亮黄色的花瓣在任何花园中都营造出美丽的景象。另外，它们非常适合吸引蜜蜂和蝴蝶等传粉媒介。确实如此，花朵在看起来很可爱的同时，能支持生态系统，这真是太棒了。我喜欢园艺，既是一种放松的爱好，又是一种对自然产生积极影响的方式。当然，让我们计划在今年夏天一起种一些花，一定会很有趣。